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2号星期二啊，看在新斋桥地区，先来这边转一圈，再去公园。今天还是跑低强度有氧，轻松跑。看到了新斋桥地区，前面这儿右拐进去就是那条商店街。就这儿，啊，这就是如果大家来大本玩逛新斋桥，就是这条街。昨天中午跟家属来这儿了，吃了顿 Shake Shack。为什么吃 Shake Shack 呢？就想比较一下，因为我在三里屯吃过 Shake Shack，刚开业的时候。在那之前呢，在纽约的中央车站吃过 Shake Shack。波士顿马拉松后来去纽约玩，跟家属在曼哈顿找了一家 Shake Shack， 然后这是大阪，都是点的它最标准的那个单层肉饼的汉堡。北京跟纽约最贵，俩人要吃这么一顿加上喝的，北京得小200，可能纽约200多，这儿150。行，这边绕了一圈，往公园跑了。今天出来的早，不到5点。今天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这个，还是高驰的 Pace 2，但是最近不是更新了吗？很多人拿到了公测版，它有一个体能测试。我之前4月2号好像是，因为我拿到的相对早一些，第一天拿到我就试了这个体能测试。那天我没有说是谁的，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个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那天体测为什么没跟大家说具体是什么呢？是因为那时候这个还没有公布，所以不太合适。大家升级完手机以后，升级一下手表的固件，那升级的内容你就能看到，就是在选运动模式的时候多了一个体能测试，目前只能用跑步来测。它那逻辑是先让你输入一个你10公里的最好成绩，根据那个给你定标准。之后就是我那次是10公里，我输入的是36分钟，之后25分钟的大概是3分50多的配速的跑吧，好像是，然后不休息，紧接着就是3分钟一组，中间都不休息，越来越快，每组比上一组快5到10秒，好像是。然后最后有一个半分钟的冲刺，对于我那个成绩来说，让我冲到2分多的配速，我冲不到，就结束了。它这个设计还是对的，就是和实验室测最大摄氧量是一样的，就是先是一个中距离的节奏，然后一组一组往上加。我那次在室内测最大摄氧量，大家翻那个视频也能看到，那个是1公里1公里的加配速，这个是3分钟3分钟的加配速。相比之下，这个要轻松一点，因为3分钟跑不了1公里，对我来说。但是那天其实没准备空腹晨跑，而且身体不是最好状态。它能测什么呢？它能告诉你3个指标，一个是你的最大心率，一个是乳酸阈值的心率和对应的配速。所以大家测试的时候最好是佩戴心率带，我佩戴的就是这个臂带，胸带可能更好，否则的话可能就有问题。
因为最后那一组30秒其实很快就过去，有时候光电心率不一定能反应那么快，手表的光电心率。我的测试结果是最大心率189，乳酸阈值的心率是172，对应的配速是3分39。当时测完我就说很神奇，就和我在实验室测的这3个数值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那天其实我没有跑到189的心率，它是算出来的，而实验室那次是我跑到了189。所以大家看，有操场那种测最大心率的办法，一圈一圈顶，或者是爬坡，那种其实你自己测有难度的，因为你可能跑不到你的极限，一般人逼不到那个程度，心理就失衡了。但是它也有不足啊，就是所有的运动手表都是，像运动手表告诉您的最大摄氧量，基本上都是不准确的，不管哪个品牌，因为这个指标牵扯的东西太多了，不是通过追踪您的训练和跑步比赛就能算出来的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最大摄氧量，还是要去实验室测。现在测一个很便宜也很方便，北京、上海都有。而且过程也挺简单的，几十分钟到1个小时。那个根据你那个戴的呼气面罩来测，那个是绝对准确的。那天我测完，高驰告诉我的是66，但是其实我是73.8。佳明也告诉我的不准，其实苹果的就更不准，因为它照顾的都是一个，就怎么说呢，正态分布嘛，因为这些都是靠统计学算出来的。他统计的这些人群还是就是普通的运动爱好者居多，因为他消费主力军是这些人，这没办法。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，现在高驰、佳明还有 Stride 预测我的各种比赛的成绩都很准确，这个是进步。缺点呢还有一个，就是它的这个测试啊，其实挺难的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也挺累，这仪式感差那么一点。什么叫仪式感呢？就测试完以后，它那个报告不够酷。尤其是在手机端，其实它应该在软件上面多做一点。我也跟他们反映这个，我说可以把报告做得更酷一点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别管有没有用，像我们普通人跑步做记录也好，做测试也好，很多时候就是心理暗示自己用，对吧？我还有1圈就完事儿了，所以大家伙更新了的去试试，测一次，找一次的时间。但是前提是您一定把10公里的成绩输对，一定别多输，多输你跟不上他那个要求。输完以后，他就会告诉你是测试的整个过程，你可以改。其实像这么多跑步的数据，乳酸阈值的心率和配速挺有用的。如果您没有功率设备的话，靠这个去估算你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成绩，差不多。可能还是会乐观一些，但是差不太多。所以很期待这些东西能越来越简单的获得。为什么现在测试最大摄氧量在实验室越来越容易呢？是因为设备的成本越来越低，然后越来越简单。但愿能科技迅速的进步，让我们能够赶上更好的时代，是不是？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2号星期二清晨6点33，训练结束啊。
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36，平均配速4分33，平均功率221，心率146，步频198，还行哈。今天已经是第3个训练日了，但是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练5天，因为这3天的第1天下雨，而且身体状态不好，跑得很短，很有可能练5天，正好也符合这个月的时间，因为5月1号礼拜一嘛，对吧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高驰的新的体能测试，还是建议大家试一试。然后，如果您是很严肃的跑者，比方说您已经跑进了3小时，如果您在北京、在上海，真的可以推荐您去试一试那个最大摄氧量的测试。那不光是能测最大摄氧量，还有好多其他的指标。你们翻我的视频搜最大摄氧量就能搜到。那个在北京三元桥那儿现在还有，而且他们进步的还是挺快的，比我那时候好像做的还好了，可以试试看。因为虽然这种设备成本越来越低，但是还不是说个人就能承受得了的，而是找这么一个机构，是吧？有的时候这个数据吧，就是更多的是体现你的进步，或者给你一些信心，并不是数据能让你变快，而是你变快以后数据变好看了。手表的记录的各种数据或者分析估算的各种数据，就自己跟自己比，自己跟自己去看变化就行了。也不用太在意横向的比较，而且不同的品牌测的，就是估算的东西其实也不一样，算法是不是？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昨天我报名那场比赛，我看有小伙伴还说也报名了，那到时候咱们偶遇啊，如果去的话，好吗？行，那这么着，咱加油干，明儿见。